他就点了我，然后就问说：岳阳慧，你高中的时候你有没有学过这个定理？所以代表你在1年内所得本利和将任意接近一个数，但是却永远不等于那个数。那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与生活环环相扣的东西，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遥远，但其实它无处不在。嗨，大家，我是牛。那今天的影片主题呢，还蛮特别的，也是一个我突然想到想拍的主题。想必呢，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年龄层的人，肯定都听过微积分这个词，对吧？有吧，一定有。那如果你是高中或者高中以下的学生，老师们一定会跟你说，微积分很重要，微积分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学。那如果你是大学学生的话呢，你可能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为什么要我学？对吧？有吧，应该有吧。就是呢，大家世界上人们很像都会跟你说，微积分很重要，你要学微积分，然后或者是教导你微积分。但很像很少人真正的好好跟你们谈过说，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学微积分？微积分到底可以用在哪里？那为什么高中数学结束之后就莫名其妙蹦出一个微积分？微积分跟高中数学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呢，我今天就是要好好的来跟你们谈谈这件事情。你们看完记得在底下留言给我，看看你们有没有被我说服，就是有没有开始觉得微积分好像真的挺重要的，然后发自内心的觉得想学微积分。好，那我们就开始吧，一起看。那第一个呢，我要讲的是大家小时候一定用过的公式：圆面积公式、圆周长公式、球体的体积公式跟球体表面积公式，甚至椭圆的面积公式。大家一定小时候都用过圆周长跟圆面积公式吧？不要跟我说没有，国小数学就在算圆周长跟圆面积，老师就跟你说，圆周长就是2πr，圆的面积呢就是πr平方，对吧？老师肯定跟你这么说过。但是呢，你们有没有人曾经哪怕是1秒钟闪过的念头，就是思考说这些公式究竟都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公式？小时候老师证明过三角形面积公式、正方形面积公式、长方形、梯形，甚至是菱形面积公式。但是呢，说起圆面积公式的话，好像也不是没用。老师可能都会说，你就是要把一个圆切成很多很细小块的三角形，然后呢，把这些小三角形都摊开，然后把整个圆面积呢当成这些小块三角形们的总和。进而把这些三角形的面积全部都加起来之后呢，用圆周长的公式做置换。你们如果有人试图去了解圆面积公式怎么证明的话，应该有听过类似的说法。但是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说，这样子证明圆面积公式是不是有一点不这么严谨，或者是过程感觉有一点繁复，有一点繁杂？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然后更为简洁明了的证明方式？那除了圆面积公式之外，我刚前面提到的球体体积跟椭圆面积，小时候呢，如果在写物理题目的时候，有时候物理题目会需要用到球体体积的公式，那就会在题目后面附加上去，告诉你说，球体体积就是4/4πr3方。或者是如果需要算到椭圆的面积的时候，老师就会跟你说，因为圆面积呢是 r 平方派，所以椭圆面积呢就是 ab 派。那 ab 分别代表长轴跟短轴。那你们有没有人曾经困惑过说这些公式都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用？那其实以上这些公式呢，不管是圆面积公式、圆周长公式，还是球体体积公式、球体表面积公式，甚至是椭圆面积公式，都是可以经由微积分证明而来的。就是你学过积分之后，这种问题对你来说应该会是简单的。大家如果有人学完微积分之后呢，还可以发现圆形面积公式呢，如果以半径 r 为变数，对半径 r 做微分的话呢，居然会跑出圆的周长公式。还有球体体积公式，如果你一样以半径 r 为变数，对半径 r 做微分的话呢，居然又会跑出球体的表面积公式。诸如此类漂亮的结论。好，以上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那很多人才会恍然大悟说，原来我们小时候一直在用的那个圆面积公式也可以用微积分解决。确实就是如此。好，那再来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呢，大家在高中物理的时候肯定学过什么 xt 图跟 vt 图，对吧？有吧？我记得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有学到啊。那类型的题目呢，有时候题目会给你一个函数，例如说 x of t 等于3t， 那 t 变数的单位是秒。那你把 t 带进去的时候呢，就会是相当于那个物体在第 t 秒之前的位移量，对吧？因为它是 x of t， 所以代表的是位移量。那如果我说我想要知道这个物体在每一个时间点的速度是多少，那我应该怎么做？那相信呢，那个时候你的物理老师可能会跟你这么说，就是你看x of t 等于3t 这个式子 t 的指数次方是多少？然后呢，把这个指数次方往前乘，那你这个 t 呢要随之降一个次方。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v of t 的函数了。所以 v of t 等于3。然后呢，你就会很开心的知道这个物体呢原来是一个
等速度移动的物体，不论时间为何，它的速度永远都等于3。那当然这个3是有一个单位啦，只是我没讲，可能是3公尺每秒啊、3公里每秒啊等等的。那刚刚呢，我描述老师讲的那一长串的，它其实就是在讲多项式函数微分的一个概念。而多项式函数呢，我个人认为是你之后要学微积分里面微分的其他函数中微分最简单的函数之一。那至于为什么是之一呢？我之后会讲另外一个，其实也挺简单的，后面会提到。好，那接下来第3个我要讲的就是3次多项式函数。那想必大家呢应该都遇过那种要你描绘出3次多项式函数图形的题目，有吧？高中我记得就有了。那高中的时候呢，你可能会需要描点，就老师就会跟你说啊，你就描5个点，然后你就可以大概知道那个图形的走向怎么样了，就是3次多项式函数。但是呢，如果你学过了微积分，学过了怎么样对函数微分的话呢，你就可以了解到那些函数在每一个点的切线斜率如何，那很像又能更确切的掌握那个函数图形的走向，比起你这样子一个一个，因为你能够描的点肯定没办法那么多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才需要电脑绘图，就是电脑可以真的描很多个点，但是你人工描点又画的不精准，然后又没有办法做庞大的运算。所以呢，这就是我第3个要讲的。你学习了微积分之后呢，它可以帮助你更加了解整个函数图形的样貌，更加细微的知道说它在每一个点的时候的斜率变化等等的。就等于说呢，你已经学会了一个更高的、更强大的方式去解决以前的问题。好，再来第4个我要讲的是看根定理。想必很多人听到看根定理就会说，看根定理就是高中的东西啊。确实，看根定理确实在高中就已经有教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呢，看根定理提供给我们一个判断实系数多项式方程在2个 x 值之间是否有根的一个方法，对吧？虽然这个定理呢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的，但至少当2个 x 值所产生代入所产生的函数值是异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确认在这2个 x 值中间会存在奇数的根。那定理的内容是这样子：假设 f of s 是一个实系数多项式，而 a、b 是2实数，且 a 小于 b。如果 f of a 跟 f of b 两函数值互为异号，那我们则必定可以找到一个 c 满足以下2个条件，分别是 c 呢肯定会介于 a、b 之间，这是第一个条件。那第2个条件呢，就是 f of c 会等于0，也就是说 f of s 在 c 这一点函数值会是0的，也就是说它有根。这个叙述呢大家都懂，然后呢也觉得很直观，但有没有人去想过说该怎么样才可以去好好说明这件事情真的是对的？数学上很多东西不能凭直觉，不能凭画图，不能凭说我画图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呢就说那这个肯定是对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严谨一点的方式去说明它。那如果等你上了大学，然后学了微积分前半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像真的有一个定理长得跟看根定理有点像，然后它出现在微积分课本里面，但是感觉很像比看根定理来的更一般化，可以应用的层面又更广。那个定理呢就叫做中间值定理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如果是原文书的话啦，这是它的英文。然后你就会发现看根定理真的确实就是中间值定理的特例啊，感觉就像是把中间值定理里面的一小部分漂亮的结论抽出来当做看根定理。就是我在修微积分课程，老师刚好教到这个 IVT 中间值定理的时候呢，然后老师呢刚讲完定理叙述，都还没有讲证明的时候，他就点了我，然后就问说，岳慧，你高中的时候你有没有学过这个定理？然后我马上就回答有学过。那老师就反问我说为什么学到啊？这个定理名字叫做什么？我就回答说看根定理。然后老师就让我坐下了。这就是老师想要的答案。所以如果你们以后修微积分，老师有问到类似的内容的话，你们一样可以回答他看根定理。这应该都会是他们想要问的啦，因为他们就是要你体会中间值定理，然后去发现说它跟你以前学习的哪一个定理其实真的蛮像的，然后相互做一些比较这样子。所以高中数学中一直都有微积分的影子，不是没有所以微积分感觉这样讲起来就不是这么遥远了嘛，因为我们一直都有碰到微积分的边，只是没有真正去认识它。好的，接下来第5个我要讲的是最优化问题。其实学数学呢，从小时候到现在，你会发现数学真的一直都在最优化。什么是最优化呢？就是求极值。就好比说高中时候的线性规划，是时常都在问你最小值或最大值嘛，然后有出很多应用问题给你，让你画图，让你在平面上画出它的可行解区域范围，对吧？还有从国中时候呢，大家就耳熟能详的配方法找极值，大家都会配方法吧，对吧？这些呢其实都是数学在最优化的例子。
怎么说？数学很常都在寻找那种最适切，然后又能够发挥最大效益的那种途径，所以才会时常需要做最优化这件事情。到了大学呢，你如果学完微积分之后呢，你就会知道说，微积分呢带你认识了函数图形的更为细微的走向之外呢，它也教你认识了 critical point， 然后甚至呢教你去验证这些 critical point 是否是极值会产生的点。我个人认为呢，这些都是学数学一个蛮重要的部分。其实跟你小时候呢尝试使用配方法去求二次多样式函数极值是一样的心态，只是一旦学微积分，你就可以拥有更强而有力的方式去解决眼前的问题。即使是遇到更高次方的多项式函数呢，你也可以透过微分，然后呢去了解哪些地方呢是极值产生的点，然后进而得到你想要的结论。再来第6个，听好哦，自古以来人们好像都会想尽办法想要更加了解自己喜欢的事物，对吧？这句话没错吧？那么喜欢吃甜甜圈的人，你们除了吃甜甜圈之外，有没有想过说甜甜圈的体积应该要怎么计算？就是呢，从小时候到现在，我们都算过各种大大小小的体积，就是那种长方形啊、正方形，但很像多半都是那种比较有棱有角，然后规则形状的体积。那有没有人想过说，甜甜圈的体积该怎么计算？你学微积分之后呢，就可以知道怎么样计算甜甜圈的体积了。甚至有时候你在大学原文书上、课本上都会看到，就是他就会出那个甜甜圈的体积是多少的题目这样子。所以喜欢吃甜甜圈的人，甜甜圈体积怎么算还是要知道一下吧。再来第7个，我要讲的是大家高中时候肯定都用过的综合除法。那在高中的综合除法有一种最经典的题目，相信很多人都见过。那它就长这样，它会要你呢把题目中的 A、B、C、D 的值算出来，对吧？记得吧？那使用过综合除法之后呢，就会长像这样。那如果你呢稍微眼尖一点，然后呢也学过微积分后半段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形式怎么长得有点像是微积分课本里面的泰勒展开式。没错，这确实就是高中课程里面一个可以看到泰勒展开式身影的题目。在你学过微积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泰勒展开式其实就是一个把函数以多项式形式、无穷多项式形式表示的一种方式，然后它可以帮助你去近似逼近，它可以把三角函数 sin、cos 全部都用无穷的多项式形式去表示。所以其实在高中数学里面真的一直都可以发现一些微积分的身影。微积分其实不是这么跳痛的啦，它其实真的跟高中课程很多部分都有那么一点关系。然后接下来再来第8个，很爱钱的人要听清楚了。大家其实都很爱钱，但我在这里呢要讲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就是呢我今天如果要在银行内存款，如果这个银行给的复利次数越多，那我在一年内所赚得的利息量会不会就越多？这是我在一本书上面看到的问题。好，那我们就稍微举一个好算一点的例子，然后把它推导一遍。好比假设利率是100%好了，我们虽然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就为了好算嘛。而你存了1元美金，假设每年复利4次，然后每次的利率呢是25%。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年之后你的存款就应该会有1乘括号1加1/4的4次方，对吧？然后算出来呢，答案约略是2.44多。那如果呢，你把银行改成每个月复利1次，那一年后你的存款就应该会有1乘1加1/12括号的12次方，对吧？那算出来答案呢，大概会是2.6多。那如果呢，再把银行改成每天都复利1次呢，那你的算式就会变成1乘1加365%的365次方，那答案会是2.61多。那如果呢，我们再更疯狂一点，把它改成每小时复利1次，那你的算式就会变成1乘上1加365乘24分之1的括号365乘24次方。你算出来的答案呢，你就会发现它答案也是2.71多。确实，真的复利的次数越多，我一年内可以赚得的本利和就真的越多。可是以第一年内来说呢，不管我怎么样去增加我复利的频率，看起来我所得到的本利和似乎都不会超过2.72元美金，对吧？我们刚到最后已经算到1小时复利1次了，但是最后算出来值是2.71多，也是没有超过2.72啊。那我们现在呢来考虑另外一个式子，1加n⁻1括号的 n 次方这个式子。那你会发现你一年内所赚得的本利和其实就是1加n⁻1括号的 n 次方。
然后呢，你增加了你的复利的频率，所以 n 呢逐渐的变大。学过微积分的人就会知道，把这个1加 n 分之一的括号的 n 次方呢，前面取一个极限，让 n 趋近于无穷。那你就会发现出来这个值呢就是1。那这个1呢不是那个数字的1，是英文字母的那个1，也就是所谓的欧拉常数，因为它实际的值大概会是介于2到3之间，2.7828多，所以代表你在1年内所得本利和将任意接近一个数，但是却永远不等于那个数，那那个数就是1，就是我刚刚说那个2.7828多的那个数字。那讲到1呢，肯定就跟微积分脱不了关系了，因为1的 s 次方 x 是变数，那1的 s 次方这个函数呢，有着超过其他函数的漂亮性质，那正是它的微分就是它自己。那很多人应该会看过一些数学迷因，那常常都会跟这个1的 s 次方有关，因为它真的很特别啦，就是它真的再怎么微都有东西，它完全不会微成0，不像多项式函数，而且它再怎么微都是它自己。那大家还记得我前面有说过，多项式函数是你需要学习微分的函数中最好微分的函数之一。记得我那时候说之一吗？我说之一的原因呢，就是还有这个 exponential， 1的 s 次方不是更简单吗？多项式你还要把指数次方往前乘，然后指数次方降一个，但是你这 exponential 你只要照抄就好了，就是1的 s 次方这样。再来第9个，想必大家高中的时候呢，肯定解过1元3次方程式的根，但有些根呢不好解，就是不能因式分解，那怎么办呢？这种题目高中课程理论上只会要你用堪根定理去判断说是否有根介于2个它题目给定的 s 值，但却不会要你说出这些根的近似怎么样。当你学过大学微积分之后呢，学完微分就会有一个东西叫 Newton's method， 牛顿法。你就可以利用牛顿法去层层逼近那个根的值，就是你可以大概知道说那个根会落在数线上哪一个位置，很酷吧？所以真的感觉就像高中数学的延伸。最后第10个，想谈恋爱的人听清楚了，大家都有听过笛卡尔的爱情故事吗？笛卡尔跟他的家教学生克里斯蒂娜公主的故事，我在这里可以简述一下那个故事内容。国王请了笛卡尔担任克里斯蒂娜公主的家教老师，那个公主呢很聪明，然后也很喜欢数学，然后跟笛卡尔这样朝夕相处，然后他们2个就互相喜欢了。结果呢，这件事情传到国王的耳里，国王就非常生气，非常不爽，所以国王就决定把笛卡尔赶出宫外，不让他再当克里斯蒂娜公主的老师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笛卡尔就落寞的回到自己的国家，因为那个时候呢，欧洲正流行着黑死病。然后笛卡尔回去自己国家过没多久，他就染病了。然后呢，他就写信给公主，可是呢，他写的每一封信都被国王所拦截了，因为国王就不想要他们2个再继续联络，所以就都把他信拦截起来。所以公主呢，就一封信都没能收到。但是笛卡尔最后呢，病情逐渐变得越来越严重。于是呢，他写下了第13封信。写完这封信之后呢，他就不幸就过世了。可是那个信呢，很特别，就那个信里面呢，没有其他的文字，就只有一条数学方程式。那这个方程式呢，就是r 等于 a 括号1减 sin 西塔。那国王收到那个信的时候呢，国王就看不懂。于是他就召集了所有全瑞典的数学家，然后呢来看这个方程式，然后看有没有人可以破解说这个方程式到底是要讲什么。可是呢都没有人能够破解，都没有人看得懂这个方程式究竟是要干什么，然后可以表达什么意思。然后最后呢，因为国王看到公主这些日子总是没有笑容，然后忧心忡忡的，所以最后国王决定把这封信给公主看看。看看公主能不能解读出什么。结果公主拿到这个信之后呢，就很开心，欣喜若狂，然后马上拿出纸跟笔，在坐标平面上面画出了一个心形的图案。那这就是笛卡尔很有名的心脏线，想必很多学过微积分的人应该都有听过。至于这个故事是不是属实，或者是真正的细节怎么样，其实网络上有很多说法啦。但重要的不是这些，重要是那个很酷的心脏线。你会想哦，居然有一个方程式可以在坐标平面上可以描绘出爱心的图案。酷吧 ？r 等于 a 乘1减 sin 西塔这个公式呢，里面 a 是常数。在微积分学习的课程当中，如果学到什么参数曲线啊，或者是极坐标曲线，大概几乎都会学到心脏线啦。心脏线呢是有一个尖点的外摆线，就是那个它凹进去的那个地方。那它有一个很奇特的性质，就是它的 arc length 算出来呢都会是 a 值的8倍。假如说你的 a 值是1，那它的弧长算积出来就是8，那这就是一个心脏线，我个人觉得很酷的地方。好，所以以上讲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对微积分可以用在哪，然后可以做什么事情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
微积分呢，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与生活环环相扣的东西，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遥远，但其实它无处不在。好，那以上讲了这么多，所以用过人面积公式的人，喜欢甜甜圈的人，喜欢钱的人，想谈恋爱但是不知道从何开始的人，听起来好像感觉都可以学微积分。以上10点呢，就是我个人觉得最浅显易懂，然后而且能够挑起大家兴趣的一些微积分的小事情。也希望所有需要学习微积分的人都能有一个愉快而且充实的体验。也希望疫情能够赶快过去，然后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这样子。大家对于微积分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听完我这样子讲述微积分之后呢，对微积分有没有什么改观，或者是有没有人突然很想学微积分，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影片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要不要忘记帮我追踪我的 IG。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咦，你在干嘛？他在看我哎，点点，他们一定觉得我很吵。